是饭店的餐厅，看出去就有小渔船。天气超好，而且我就挑一个窗边的位置，这边给白吃早餐。如果觉得很晒，你也可以把窗帘拉起来，蛮漂亮的耶。是一个简单的欧式自助餐，可颂啊，面包。哦，马龙已经拿了优格，这个好吃。然后它还可以点，看你要 scramble eggs 啊，或者是 almond 啊，咖啡是另外点的。你们商务舱也是用这个草莓酱吗？好像是。好像航空公司用这个。然后坐在窗边这样看出去，就是海，是很美。早上还有气泡酒，马上早上就要买醉。我们要搭火车到五渔村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拉巴罗，然后先到蒙德罗索，五渔村的第一个村。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，也不太可能去到所有的村，所以我们决定要去比较精彩的村，就是比较漂亮的村。今天的行程就是五渔村，然后我们现在走的就很空服员那种24小时过夜班的那种感觉，就是一天换一个地方这样子。我们今天在五渔村会玩3个村吧，然后我们就要再回去米兰了，因为我们隔天要去葡萄牙。我来讲一下现在10月底11月怎么穿搭比较舒服。那最主要因为欧洲目前的温度大概都10几度到20度左右，就看你去哪里。像米兰就会比较凉一些些，就是我认为薄大衣是 OK 的。那像现在在意大利的西北部，我觉得稍微热一点点，所以我就穿了背心，小背心，然后外面一个外套。那这个时候来玩，行李应该就不会到像是正冬天一样那么重。而且因为今天要去五渔村，要稍微爬一点路，基本上你不太可能会冷。奇怪，就被气上。在意大利搭车的时候啊，你有买票完之后就要 validate 这张票，你才可以上车。因为它这边下面有写，当你已经感应之后1个小时15分钟，它都是有效的。也就是如果你没有搭到原来的车，你也可以搭下一班车这样子。这一台车很新哎，这边下面还可以充电，你可以带插头或者是 USB。不是 USB。我们到了这里是五渔村的第一村 Monte Rosso， 然后这边是车站出来的样子，它大概也会是有不同颜色的房子，然后它这边有很大片的海滩，据说是有很多外国人都喜欢来这边度假，而且餐厅啊、酒吧也应该很多。我们会在这边快闪半个小时。但是因为就是大概都是拍这个 view 这样子而已啦。如果看到后面，你会觉得好像房子啊、海滩都差不多。我们是可以买个磁铁什么的。后面有很多外国人在晒日光浴。我们从Monte Rosso坐3分钟的火车就到了 Vernazza。然后因为它这边啊，五渔村它每一站你都可以坐车到，因为自己走路要花很久时间，所以大部分的旅客都是会放一下，然后就上车去下一站这样子。其实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来，也都一边在摸索。但是它车站下来这边就是非常热闹。Vernazza 也算是五渔村里面一个很 popular 的村，饭店的服务人员跟我们讲说，他很推荐在这边吃饭，就是你可慢可快。那如果要选一个地方吃饭的话，这边会是一个好选择。餐厅也很多，没有，我们因为很匆忙，就忘记带服务人员给我们那一张名片，2张餐厅的名片。哦，这里人真的很多哎，你看它拍起来是这个样子，然后实际上是很旧。但是我觉得很多漂亮的照片都是应该有上那个滤镜的吧。我们在这里比较多时间吧，就是待1个多小时这样子，然后再往下一个美丽的村庄去。这里真的蛮多亚洲人的。当然，在观光区就是要小心自己的东西。今天可以来吃个冰淇淋哦，今天的天气，看一下还有卖什么。
grandma， 哎，ricotta， 我要吃ricotta。我们先快速的走下去好了，步行啦，步行其实也还 OK。哇，哦，来看大家都在哪里拍照。最开最远的地方，因为我这边拍不到一个景象，我就只能拍到平面式的，就看不到我们那个明信片的图片，就是从上面往下，就从这边上去而已。真的吗？我鞋子是没问题，我只是想说怕花太久时间，要爬上去制高点拍明信片的样子，希望我们拍得出来。我喜欢的那个。刚刚我们在下面，现在已经爬上来。它这个楼梯其实是蛮陡的，所以来这里要穿好走的鞋子。大部分的人来这边应该都玩得蛮赶的。哇，蛮陡的，遥远的地方，这边要爬到那里去。其实，转过去看一下，可以看到那个房子。Checkpoint， 我们上来到比较高的地方，往下看，是蛮漂亮的，但是因为有一点光线的关系，大概是走个10分钟左右吧。还没到吗？哦，好，我开始在飙喊了，而且有失策，我应该要戴帽子。哇，这边已经算很高了，全部的房子都可以映入眼帘。你听到那个急促的呼吸声吗？超热。那旁边也是有鲜肉是裸上身的。而且上来，如果你没有那个火车的 One Day Pass， 就是要另外付费7块半一个人。我们到了第3个村马纳罗拉，哇，这站人也超多。然后这边也是海，下了月台，走长长的走廊就会到了这边的村庄。那我们要上去哦。那等一下回程我们要坐船，然后先买票，从那边下去。哇，这边拍下去人也太多，这好像比别人那时候还多吼。在这边点 fish and chips。马纳罗拉的房子好像多了那个阳台吧，颜色上面是差不多。真的好多。这一趟我们就派马龙走上去，他要去制高点拍照。哇，有很多外国人在游泳，大家好凉爽哦。感觉这边走上去比较没有刚刚那个跟NASA那边那么陡。这边为什么会这么多人？因为大家看到的五渔村的景点基本上都是马纳罗拉这边为主的照片，所以这个村庄超多人的。然后大家如果来啊，可以走这一条，他们说叫做什么爱的小径，是不是？不知道，好像有人说是叫爱的小径，反正就跟着人群走，去拍明信片的美照。我认为也不用一定要走到最高，因为从这个角度拍过去，其实就会漂亮。我等一下转过去给大家看。那一路走过来，就是可以看一下海景。一边走路的时候，其实要记得回头，因为你就会看到漂亮的景色。哇，好美哦！跟美拉萨看起来是不同的感觉。然后这个村庄很久以前他们是产葡萄酒还有橄榄油的，有艺术家。看这边看过去，其实就很漂亮了。我觉得在这里拍就 OK。看能够停留的时间长短，因为我觉得大部分来可能不一定有那么多时间玩，但是拍照的角度一定要抓到一个好的
好，在这边走上来大概几分钟的时间而已。有没有觉得很熟悉的美景？是不是在这边自拍？我们很快速的，我们已经逛完马纳罗拉，然后现在要回去雷班斗了。我们要回火车站拉巴罗，今天晚上要赶回米兰，然后有3张票。明天我们要搭 EasyJet 了，要去哪？哦，去里斯本。里斯本。不知道去哪。从今年2024年7月开始，欧盟有一个新法规，就是如果你来玩，你会发现矿泉水这种一次性的饮料，它的瓶盖跟瓶身是连在一起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减塑，它把它连在一起之后，就是可以让它每一瓶确保都是可以回收的。所以呢，大家爱地球，如果你来欧盟喝矿泉水，这种矿泉水瓶的饮料，不要硬把它弄开哦，就是这样把它粘着一起，而且这样子其实也比较不容易掉。